第283章驱毒。安静的房屋之中，纳兰妇女低声说着话，偶尔将目光投向床榻之旁的两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望着老人脸庞上滚流而下的汗水与手臂上耸动的青筋，纳兰嫣然两人的低声谈话也是缓缓停止了下来，对视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瞧出许些焦急与不安。没有理会房间中那不安的两人，萧炎脸色依然平静，点在纳兰杰后背的手指微微颤抖着，淡淡的青色火苗不断被灵魂力量包裹着，然后小心翼翼地窜进后者身体之内，逐渐地使用高温驱逐着其体内那些已经侵入骨头的烙毒。青色火焰包裹在乌黑的骨骼外围，虽然两者看似是紧贴在一起，不过用心神查看，便是能够发现其中却是隔着一条极为细微的缝隙。异火的温度实在是太过可怕，若是直接与纳兰杰的骨头相接触，就算对方是一位斗王强者，那也绝对会在瞬间重伤，甚至死亡。炽热的高温从火焰中渗透而出，然后缓缓地熏烤着那些乌黑骨骼。随着青色火焰的持续熏烤，一缕缕黑色的雾气悄悄地从骨骼中散发而出，然后在逃逸之前被一簇青色火苗迅猛扑上，包裹而尽，利用那恐怖的高温，逐渐地将这些即使是斗皇强者也不得不凝重对待的烙毒雾气熏烤地化为虚无。然而在萧炎使用异火焚烧着这些黑色雾气之时，却并未发现，在黑色雾气即将挥发的那一霎，许些黑色的莫名东西竟然是缓缓地与青色火焰掺杂在了一起，旋即完全的沉寂。随着时间的悄然度过，那被萧炎青色火焰所包裹的一截乌黑骨骼，竟然是在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地恢复着正常之色。外界此时的纳兰杰全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打得湿透，苍老的面庞不断地抽搐着，丝丝吸着冷气的声音从牙缝中泄露而出。小兄弟，好了吗？拳头死死地捏着，条条青筋在手臂上耸动着，宛如小蛇一般。纳兰杰声音有些嘶哑与颤抖。其身后，萧炎额头上也是密布着汗水。这般长时间的操控异火，进行如此高精确的使用，对他灵魂力量的消耗同样是一种颇大的负担。听得纳兰杰那颤抖的问话，他微微点了点头，轻声道：既然你不能再坚持下去，那这一次的驱毒便先停止在这里吧。你中毒之深远远超过我的所料，想要一次性便将烙毒驱逐，明显有些不可能，所以只能选择慢慢来了。那烙毒真的能够全部驱逐？闻言，纳兰杰忍不住惊喜的道：虽然老人活了这么多年，可在死亡与生存之间，若是有选择的余地的话，谁都会选择后者。按照现在的进展，似乎没什么问题吧？萧炎淡淡的道。哼，没想到小兄弟小年纪竟然便是拥有这般本事，真不知道是哪位隐士高人才能培养而出这种优秀的弟子。纳兰杰急忙点了点头，声音嘶哑的笑道：那就全依仗小兄弟了。对了，小兄弟的名字？炎萧，别说话了，我要撤出异火了。皱了皱眉，萧炎手指微曲，那缭绕在骨骼之外的青色火焰开始了缓缓的撤离，最后一丝丝的被回收进了萧炎体内。当最后一缕青色火焰被回收进身体之后，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察去额头上的冷汗，脸庞忽然微微变了变，不过紧接着便又是回复了过来，佯装无事的瞟了一眼那略微有些发黑的指尖，抿着嘴，不着痕迹的将手掌缩回袖袍。炎萧小兄弟，如何了？望着那似乎停止了驱毒的萧炎，那蓝素急忙上前2步问道：今天的疗治便到这里吧，按照这进展，想必至少需要7天时间方才能够将毒素驱逐。萧炎瞥了一眼那脸色比先前好了一些的纳兰杰，沉吟道：多谢小兄弟了，只要您能够将老爷子医治好，报酬方面，纳兰家族绝对不会让你任何失望的地方。望着纳兰杰略微有些光彩的苍老脸庞，那压在纳兰素心头的重石终于是落了下去。纳兰杰对于纳兰家族的重要性，就犹如那墨城对于墨家的重要性一般，失去了这根顶梁柱。虽说纳兰家族不会一蹶不振，不过与其他2大家族的差距定然会逐步拉开便是。我明日会继续过来，今天便先告辞了。萧炎瞟了一眼外面的天色，转头对着床榻上的纳兰杰道：
小兄弟，我看为了省去一些麻烦，不如便住在纳兰家吧。”闻言，纳兰杰连忙热情地笑道：“不用了，我有自己的事。”淡淡地摇了摇头，萧炎不再理会三人，抬腿便是对着门外行去。既然这样，丫头，你去送送小兄弟吧。瞧得那走得丝毫不拖泥带水的萧炎，纳兰杰一愣，旋即有些无奈的道：“微微点了点头。”纳兰嫣然望着前面那单薄的背影，然后缓缓跟了上去，缓步走在那碎石铺就而成的小道之上。萧炎面无表情地直盯着前方，似乎身旁跟着的那位纳兰家族的公主并不存在一般。与萧炎并肩着，纳兰嫣然偶尔目光瞥向那直接无视自己的青年，俏脸虽然平静，不过心中实在是有些错愕与小小的郁闷。虽然并不是很在意，但被这般无视的对待，可是这么多年来头一次遭受。他本以为自己性子便是颇傲，没想到面前这人似乎比他更傲。然而纳兰嫣然也清楚，面前这位叫做严萧的青年虽然傲，可却的确拥有那种本钱，以这般年纪便掌控了连斗皇强者都忌惮不已的恐怖一伙，足以让得他笑傲同龄之辈。因此即使是纳兰嫣然在略微有些憋屈的同时，也不得不有些感到叹服。严萧，虽然我并不太清楚炼药师是如何驱逐毒素，不过将那种恐怖的异火送进人体之内，定然是极为考究控制力的吧？你这种控制力似乎比我所见过的很多三品炼药师都要强横许多。终于是有些忍受不住沉闷的气氛，纳兰嫣然率先开口，轻声询问道：“或许吧。”萧炎目不斜视，声音颇为冷淡：“那你为什么不去考核三品炼药师？把自己的实力明明白白地摆在胸口处，这种举动我还没那么蠢。”萧炎懒声低讽道，微微偏头瞟了一眼纳兰嫣然那被月色裙袍紧紧包裹的酥胸处，旋即快速收回：“你不也一样没有把等级徽章佩戴出来？老实说，那所谓的等级徽章仅仅只是个假象而已。而且我的实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属于什么级别，上下浮动太大。”纳兰嫣然微笑道：“上下浮动太大，什么意思啊？”闻言，萧炎心头微动，不着痕迹地低声问道：“抱歉，这是云岚宗的一些机密，并不能外露。”纳兰嫣然略微有些歉意地摇了摇头，并未将究竟的原因说出来。眉头轻皱，旋即舒展开来。萧炎默默地点了点头，脚步不急不缓地行走着，眼角瞟了一眼身旁那行走间步伐颇为优雅的纳兰嫣然，迟疑了一会，灵魂力量忽然缓缓地探出体外，然后缭绕在其身旁，想要试试能否探测出他的真实实力。虽然当初药老说过，在纳兰嫣然的身上有些某些东西能够阻止灵魂力量的探测，不过萧炎倒依然是想亲自确认一下。灵魂力量在纳兰嫣然身旁徘徊着，半晌后，萧炎心中暗叹了一口气。在他的感知中，他的身体表面似乎被覆盖着一层能量薄膜一般，将探测的灵魂力量完全的隔绝了开去。缓缓地收回灵魂力量，萧炎眉头忽然轻跳，偏过头来望着那正平静看着自己的纳兰嫣然，袖袍下的拳头微微紧了紧，淡淡的道：“怎么了？严萧先生似乎对我的实力很关心啊。”纳兰嫣然盯着萧炎，若有深意的笑道：“虽然我并不是炼药师，不过却天生对灵魂力量很是敏感。早就听说过纳兰家族的大小姐是下一任云岚宗宗主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手痒的忍不住想要探测一下而已。没想到如此小心都被发现了，实在佩服。”无奈的耸了耸肩，萧炎笑道：“呵呵，是吗？”微微笑了笑，纳兰嫣然美眸紧紧地盯着那张平凡的脸庞，不知为何，他心中似乎隐隐有种奇异的感觉，可却始终是抓不住这缕奇异的感觉究竟是何。当下柳眉微蹙，略微有些纠结。到了，纳兰小姐还是不用送了，在下自会回去，告辞。行出大门，萧炎偏头对着那柳眉微蹙的纳兰嫣然拱了拱手，不等他回话，然后便是自顾自地出了大门，行进人来人往的路道之中。这家伙真是个心高气傲的怪人。盯着那人流中若隐若现的背影，纳兰嫣然微微摇了摇头，无奈地低声道，旋即转身进入纳兰府邸。